我们继续来讲《史记》，今天讲12本纪第3章殷本纪。殷谢的母亲名叫简狄，她是有松氏的女儿，是帝喾的第2个妃子。简狄等3个人去到河里去洗澡，看见玄鸟掉下一颗蛋，简狄就捡起来吞了下去，因而怀孕，生下了谢。谢长大后，辅佐禹治水有功。舜帝于是任命谢说：现在老百姓们不亲睦，五伦关系不顺，你去担任司徒，要恭谨地推行五伦教育，要以宽厚为根本。谢被封在商地，赐姓子氏。谢兴起于唐尧、虞舜、夏禹的时代，在百姓们心中功业昭著，百姓们因此生活安定。谢去世后，他的儿子昭明继位。昭明去世后，他的儿子相土继位。相土去世后，他的儿子昌若继位。昌若去世后，他的儿子曹宇继位。曹宇去世后，他的儿子明继位。明去世后，他的儿子震继位。震去世后，他的儿子威继位。威去世后，他的儿子鲍丁继位。鲍丁去世后，他的儿子鲍乙继位。鲍乙去世后，儿子鲍丙继位。鲍丙去世后，他的儿子主人继位。主人去世后，他的儿子主轨继位。主轨去世后，他的儿子天乙继位。这就是成汤。成汤从谢到汤，曾经8次迁都，到成汤时才定居于亳。这是为了追随先王帝喾重回故地。成汤为此写了帝告一书，向帝喾报告迁都的情况。成汤在夏朝为方伯，有权征讨诸侯。葛伯不祭祀鬼神，成汤首先征讨他。成汤说：我说过这样的话，人从水中可以看到自己的样子，从百姓精神面貌可以知道国家治理状况。伊尹说：英明啊，善言听得进去，道德才会进步，治理国家，抚育万民，凡是有德行做好事的人，都要任用为朝廷之官，努力吧，努力吧。成汤对葛伯说：你们不能敬顺天命，我就要重重地惩罚你们，概不宽赦。于是写下汤征，记载了征葛的情况。伊尹名叫阿衡，阿衡想求见成汤而没有门路，于是就去给有绅士做随驾的臣仆。他背着饭锅砧板，借着谈论烹调滋味的机会向成汤进言，劝说他实行王道。也有人说，伊尹本是个有才德而不肯做官的隐士，成汤曾派人去聘请他，前后去了5趟，他才答应前来跟随汤，向成汤讲述远古帝王及9类君主的所做的事。成汤于是就任用他管理国政。伊尹曾经离开商汤到夏都那里，因为看到了夏朝无道的丑恶，所以又回到了商都亳。
他从北门进城时，遇见了商汤的贤臣汝纠、汝房，于是写下汝纠、汝房，述说他离开夏朝重回商都时的心情。成汤外出，看见野外有人四面张着罗网，张网的人祝祷说：愿从天上来的，从地下来的，从四方来的，都进入我的罗网。成汤听了说：哎，这样就把禽兽全部捕尽了。于是叫那人撤去三面罗网，让张网的人祝祷说：想往左边走的就往左边走，想向右边逃的就向右边逃，不听从命令的就进我的罗网吧。诸侯听到这件事，都说汤真是仁德到极点了，就连禽兽都受到了他的恩惠。当时夏桀推行暴政，荒淫无道，诸侯昆无氏又作乱，商汤于是举兵率领诸侯征讨，由伊尹跟随着汤。商汤亲自握着大斧讨伐昆吾，接着又去讨伐夏桀。商汤说：你们这些人来，都听我说，不是我敢于兴兵作乱，是因为夏桀罪大恶极。我也听到你们说夏桀有罪，我惧怕上天，不敢不去征伐。如今夏桀犯下了如此多的罪行，是上天命令我去来消灭他的。现在你们这些人都说我们的国君不体恤我们，抛开我们的农事不管，却要去征伐打仗。你们还说夏桀有罪，那又能怎么样呢？夏王耗尽了国家民力，窃夺整个国家的资财，夏国的民众懈怠消极，怨恨不和。他们都说这个太阳什么时候灭亡？我们宁愿和你一同灭亡。夏王的德行已经到这种地步，现在我必须前去征讨，希望你们和我一起来奉行上天降下的惩罚，我会重重地奖赏你们。你们不要不信，我绝不会说话不算数。如果你们违抗我的誓言，我就要惩罚你们，概不宽赦。商汤把这些话告诉传令长官，写下了汤誓。于是商汤说：我很勇武，因此号称武王。夏桀在有松氏就地被打败，奔逃到民条，夏军溃败。商汤于是进宫忠于夏桀的三司，缴获了他们的宝器珠玉，义伯、仲伯二臣因此写下了典宝，说明这是国家的固定财产。商汤战胜夏之后，想换掉夏朝的社神，可是社神是远古共工氏之子巨龙，没有谁比得上他，所以没有换成，于是写下夏社，说明夏社不可换的道理。伊尹向报告了这次战绩，自此诸侯都表示臣服。商汤登上天子之位，平定了天下。成汤返回途中，经过太卷陶，大臣仲辉做了一篇告。汤推翻了夏朝，回到国都伯，写下了汤告。这年3月，殷王亲自到了东郊，告诫各诸侯国君，
各位不能不为民众谋利功业，要努力办好你们的职事，否则我就对你们严加惩办，那时不要怨我。又说，过去禹、高尧常年在外面操劳，他们为民众建立了功业，民众才得以安宁。他们在东边治理长江，在北边治理济水，在西边治理黄河，在南边治理淮水，4条重要的河道都被他们治理疏通好，百姓才得以安居乐业。后继教导民众播种耕耘，民众才知道种植各种庄稼。他们3位都对民众有功，所以他们的后代才能够建立国家。从前蚩尤和他的大臣们扰乱百姓，上天就不保佑他们，这样的事是真的有过的。先王的教诲可不能不用来勉励自己。又说，你们当中如果有谁做出不合道义的事，那就不允许在国家治理百姓，那时你们也不要怨恨我。汤用这些话告诫诸侯。伊尹写下了鲜有义德，说明君臣都应该有纯一的品德。就单写了民居，讲的是民众应该遵守的法则。商汤于是修改历法，又改变了服饰的颜色，崇尚白色，在白天举行了朝会。商汤逝世之后，太子太丁还没有即位就去世了，于是就立太丁的弟弟外丙为帝，这就是外丙帝。外丙帝即位3年，逝世后立外丙的弟弟中人为帝，这就是中人帝。中人即位4年，逝世后伊尹就拥立太丁的儿子太甲为帝。太甲是成汤的嫡长孙，就是太甲帝。太甲元年，伊尹写了伊训、四命、卒后，陈述了政教法度该做的事情。太甲帝临在位3年，政治不清明，为人暴虐，不遵守汤王的法度，败坏了道德。于是伊尹把他流放到汤的藏地同宫。在之后的3年，伊尹代天子处理政务，主持国事，接受诸侯的朝见。太甲在同宫住了3年，反思忏悔自己的过错，重新向善。于是伊尹又迎接太甲帝返回到朝廷，把政权交还给他。太甲帝修行得正，诸侯都来归服殷商，百姓也因此得以安宁。伊尹对太甲帝很赞赏，就写了《太甲训》3篇，用来赞扬太甲帝，称他为太宗。太宗逝世后，他的儿子沃丁继位。沃丁在位的时候，伊尹去世了，在博地安葬了伊尹，于是就单想用伊尹的事迹训诫后人，就写下了沃丁。沃丁逝世，他的弟弟太庚继位，这就是太庚帝。太庚逝世，他的儿子小甲即位。小甲帝逝世，弟弟雍以继位，这就是雍以帝。这个时候，殷朝的国势已经衰败，有的诸侯不来朝见了。
雍以逝世后，他的弟弟泰戊即位，这就是泰戊帝。泰戊任用伊稚为相。那时候国都国有桑树和楚树合生在朝堂上的怪异现象，一夜之间就长得有双手合抱那么粗。泰戊帝感到很害怕，就去向伊稚询问。伊稚说：“我曾经听说，妖异的事物是不能战胜有德行的人的。会不会是您的执政有什么纰漏过失呢？希望您还是要修整德行得好。”泰戊听从了伊稚的劝告，因而那怪桑树就枯死消失了。伊稚向巫咸赞美述说了这件事。巫咸治理王室朝政有成效，写下贤义，写下泰戊，记载了他治理朝政的功绩，颂扬了泰戊帝的从谏修德。泰戊帝在太庙中赞扬伊稚，说不能像对待其他大臣一样对待他。伊稚谦让不从，写下原命，重新解释泰戊之命。就这样，因重新兴盛，诸侯又来归服，因此称泰戊帝为中宗。中宗逝世后，他的儿子中丁继位。中丁帝迁都于敖，何旦甲后来定都在襄，卒以又迁都到行。中丁帝逝世后，他的弟弟外人即位，这就是外人帝。仲丁曾记载过这些事，但献书已残异不存。外人帝逝世后，他的弟弟何旦甲即位，这就是何旦甲帝。在何旦甲执政时，殷朝国势再次衰弱了。何旦甲逝世后，他的儿子祖乙继位。祖乙帝即位后，殷又兴盛起来。大臣巫咸被任以重职。祖乙逝世后，他的儿子祖辛帝即位。祖辛帝逝世后，他的弟弟沃甲即位，这就是沃甲帝。沃甲逝世后，拥立了沃甲之兄祖辛的儿子祖丁即位，这就是祖丁帝。祖丁逝世后，拥立弟弟沃甲的儿子南庚即位，这就是南庚帝。南庚帝逝世后，拥立了祖丁帝的儿子杨甲即位，这就是杨甲帝。杨甲帝在位的时候，殷的国势衰弱了。自中丁帝以来，废黜嫡子即位，而拥立弟兄及弟兄的儿子。他们的兄弟及其儿子有时为取得王位而互相争斗，连续9代都很混乱，于是诸侯都没有再来朝见。杨甲帝逝世后，他的弟弟盘庚继位，这就是盘庚帝。盘庚执政时，殷朝已在黄河以北的兖地定都。盘庚渡过黄河，到黄河以南成汤的故居博定都。至此，这已经是第5次迁都了，一直没有固定国都。殷朝的民众一个个都叹息埋怨，不愿再次迁徙。盘庚就告谕诸侯和大臣说：“从前伟大的先王成汤和你们的祖辈们一起平定天下，他们的法度和准则应该遵守。如果我们舍弃而不努力推行，那怎么能够成就德业呢？”
于是才渡过黄河来到南岸，治理修善伯，遵行并施行成汤的政令。此后百姓们得以安定，殷朝的国势又一次兴盛起来。诸侯也纷纷前来朝见了，这是因为盘庚遵循了成汤的德政的缘故。盘庚帝逝世后，他的弟弟小辛即位，这就是小辛帝。小辛执政时，殷又衰弱了，百姓们思念盘庚，于是写下了盘庚3篇。小辛帝逝世以后，他的弟弟小乙即位，这就是小乙帝。小乙帝逝世后，他的儿子武丁即位。武丁帝即位后，想要复兴殷朝，但一直没有合适的大臣来辅佐。武丁3年没有发布政见，政事由种宰来决定，自己审慎地观察国家的风气。武丁夜里，他梦见一位圣人，名叫月。他按照梦中见到的圣人模样来观察群臣百官，没有一个是梦中人的样子。于是派百官到民间去四处寻找，终于在富显找到了月。当时月是一个服劳役的奴隶，正在富显修路。官吏把月带来让武丁看，武丁说就是这个人。找到月之后，武丁和他交谈，发现他果真是位圣贤之人，就举用他担任国相，殷国得以太平兴盛，因此就用富显这个地名来做月的姓，成为富月。武丁祭祀成汤，第2天，有一只野鸡飞来站上，在顶耳上鸣叫。武丁很害怕，祖己说：“大王不必担忧，先办好政事吧。”祖己又训导武丁说：“上天考察天下的民众，主要是试着看他们是否遵守道义。上天赐给人的寿命有长有短，并不是上天让有的人短命夭折，而是他们自己中途断送性命。有的人不遵循道德，不服从判罚，上天已经下命纠正他的德行了。他这才想起来说：怎么办？大王您继承王位，恭敬地对待民众，他们没有谁不是上天的子孙，还要经常祭祀，不要理奉那些背弃道德的事。武丁修行德政，全国的人民都高兴，殷朝的国势又兴盛了。武丁帝逝世，他的儿子祖庚帝即位。祖己赞赏武丁因为野鸡出现的怪异现象而行德政，给他立庙，称为高宗，于是写下了高宗荣日和高宗之训。祖庚帝逝世，他的弟弟祖甲即位，这就是甲帝。甲帝淫乱，殷朝再度衰落。甲帝逝世后，他的儿子闵辛即位。闵辛逝世，他的弟弟庚丁即位，这就是庚丁帝。庚丁逝世后，他的儿子武乙即位。因国都离开亳，迁到了黄河以北。武乙帝暴虐无道，制作了一个木偶人，称他为天神。他跟木偶人下棋赌输赢，让旁人替他下子。如果天神没有赢，就侮辱他。又制作了一个皮革的囊袋，里面盛满血，
仰天朝他射箭，称这是射天，无以到黄河和渭河之间去打猎，天上突然打雷，无以被震死。他的儿子太丁帝即位。太丁帝逝世后，他的儿子乙即位。乙帝即位时，殷朝更加衰落了。乙帝的长子叫微子启，启的母亲地位低贱，因而启没有资格继承帝位。乙帝的小儿子叫辛，辛的母亲是郑王后，因而辛被立为继承人。乙帝逝世后，辛继位，这就是辛帝，天下都管他叫纣。纣天资聪颖，有口才，行动迅速，耳聪目明，而且气力过人，能徒手与猛兽格斗。他的智慧足可以拒绝臣下的谏劝，他的语言足可以掩饰自己的过错。他用自己才能在大臣面前夸耀，凭着声威到处抬高自己，认为天下所有的人都不如他。他嗜好喝酒，骄奢淫逸，宠爱女人。他特别宠爱妲己，妲己说的话他都听从。于是他让乐师娟创作了新的放荡的乐曲《北里舞曲》隐秘的歌。他加重赋税，用来充实露台钱库，充盈巨桥粮仓。他多方搜集狗马和新奇的玩物，填满了宫室，又大肆扩建沙丘的园林楼台，大量捕捉野兽飞鸟，放置在里面。他对鬼神怠慢无礼，招来大批戏乐聚集在沙丘，用酒来做池水，把肉悬挂起来当作树林，让男女赤身裸体在那里追逐戏闹，通宵饮酒作乐。百姓们怨恨他，而有的诸侯也背叛了他，于是他就加重刑罚，发明了一种叫做炮烙的酷刑。纣任用西伯昌、九侯、鄂侯为三公。九侯有个美丽的女儿，献给了纣，他不喜淫荡作乐，纣大发雷霆，杀了他，同时把九侯也施以海刑，剁成肉酱。鄂侯坚决努力归建，争辩很激烈，结果鄂侯也遭到无刑，被制成肉干。西伯昌听说了这些事，暗暗叹息。崇侯虎知道后，向纣王进行报告，纣就把西伯囚禁在羑里。西伯的僚臣洪彪等人找来了美女、珍宝和好马来献给纣，纣王才赦免了西伯。西伯出狱之后，向纣进献出洛水以西的土地，请求他废除炮革的酷刑。纣答应了他，还赐给他弓箭大斧，让他能够征伐其他诸侯，这样他就成了西部地区的诸侯之长，这就是西伯侯。纣任用费仲管理国家政事。费仲善于阿谀奉承，又贪图财力，因而殷国民众都不和纣王亲近。纣又任用恶来，恶来擅长毁谤进谗，诸侯因此越发疏远了纣王。西伯回到国都，在私下暗暗修德政，行善事。诸侯中有很多人背叛了纣，而来归附西伯。西伯的势力越来越强大，
纣王渐渐丧失了权势。王子比干进谏言劝说纣，纣不肯听。商容是有才德的人，百姓很是敬爱他，纣却废黜了他。等到西伯攻打姬国，并把他灭掉了，纣的大臣祖伊听说后怨恨周国，又非常害怕，跑到纣那里报告说，上天已经断绝了我们殷国的受孕了。知吉凶的人用大龟占卜，没有一点好征兆，并非是先王不护佑我们后人，而是大王您荒淫暴虐，自绝于天，所以上天才抛弃我们，使我们不得安心生活。不揣度了解天意，就不能遵循常法，使得我国的民众没有不希望殷国灭亡的。他们说，上天为什么还不显示威严？上天的命令为什么还不到来？大王您如今想怎么办呢？纣说，我生下来不就是有天命护佑吗？祖伊回国后说，纣已经无法规劝了。西伯昌死后，周武王率军东征，到达蒙津时，诸侯背叛殷纣前来与武王会师的有800国，诸侯们都说可以讨伐纣了。周武王说，你们不知道天命，于是又班师回国了。纣更加淫乱无止境，微子屡次劝谏，纣都不听。微子就和太师、少师谋议，离开了殷国。比干说，作为臣子，不能不冒死劝谏，于是极力劝谏纣。纣大怒，说，我听说圣人的心有7个孔，于是剖开比干的胸膛，挖出他的心来看。箕子看到了很害怕，就假装疯癫，去做了奴隶。纣又把箕子囚禁起来。殷国的太师、少师就拿着祭器、乐器，急急奔逃到周国。周武王就率领诸侯讨伐殷纣。纣也派出了军队在牧野进行抵抗周军。甲子那一天，纣的军队被打败，纣逃跑进城，登上露台，穿上他的宝玉衣，跑到火里自焚而死。周武王砍下纣的头，挂在白旗杆上。周武王又处死了妲己，释放了被囚禁的箕子，修缮了比干的坟墓，表彰了商容，又分封纣的儿子武庚禄父，让他延续祭祀殷的先人，命令他施行盘庚的德政。殷的民众非常高兴，于是周武王做了天子。因为殷商后人贬低帝这个称号，所以称为王。周武王封殷的后代为诸侯，隶属于周。周武王逝世后，武庚和管叔、蔡叔发动叛乱，周成王命周公旦诛杀他们，而把微子在宋国封为国君，以延续殷代香火。太史公说，我是根据商宋来编定写的事记，从成汤以来，很多史实材料采自《尚书》和《诗经》，写为子姓，他的后代受分封，以国名作姓氏，有殷氏、来氏、宋氏、崆峒氏、智氏、
北殷氏、穆夷氏。孔子曾经说过，殷人乘坐的车最好，那个时代崇尚白色，